既然我们今天去哪里啊？我们今天我们要去人多的地方，平常我们都是那种很幽静的小区啊，或者怎么样。我们今天来到热闹的地方，那我们来看这个热闹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我们就请让我娓娓道来。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，这里是信义区永吉路这边，屋主委托设计师，然后来处理问题，然后来找到我。那今天是什么问题呢？大家还记得4月多有没有大地震，摇来摇去，有没有？整个都摇到整个人车啊、建筑物，甚至建筑物上面都在晃。这么大的地震，你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当然就是很明显的瓷砖一定会裂开，然后甚至有些地方可能破损，那需要修复。那这间刚好的屋主，他那个厕所也发生了很多，就是像我刚刚讲的，瓷砖裂开，然后瓷砖掉下来，然后他们不能安心的上厕所。你看这么多的问题，那一定要处理嘛。啊，今天呢，这个屋主啊，他其实不止一间厕所要处理，因为往常啊，我们可能只翻修了1道墙，然后可能一间厕所就这样就结束了。但这个不一样，因为这是公司这么多人，20-30个人同时在上班，不可能只用一间厕所嘛，所以他其实有2间厕所要处理，然后震后的修复，然后他的会议室也遭受到灾害，也要处理。比较可惜，我们不能一次就把这3间全部同时做完，因为人家还是要上厕所，所以我们打算分2次进行，有没有？第一次就先做1间厕所，把它做好，等到他们这边确认可以使用之后，我们再来接着去做他第2间厕所。那毕竟嘛，上班嘛，你总会想要上厕所，免不了的，你不可能把人家厕所的路都堵死了，那他们要去哪里上厕所？所以我们很贴心的，我们就先做这1间厕所。那我们现在就已经到现场了，那我们就上去看看厕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需要怎么样处理。Let's go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就先来看这边。我们这边的状况，大家一看就非常明显，有没有？这边就是很明显，因为地震，然后这边都裂开了。然后看瓷砖都很明显，哦，还听到声音，有没有？响当当都掉下来了。那代表什么呢？这边瓷砖都已经剥落了。那剥落一定是需要修补，要不然上厕所你可能会有一些危险，你可能上到一半这个瓷砖掉下来了，砸到你的头，砸到你的手，都会流血，兄弟，这样子不好，所以一定要把它修复。那第2个呢，可能也许这样子瓷砖割裂之外呢，还有美观，好吗？这边缺个洞，老实讲真的不好看。你看人家讲有裂就会漏财，我们应该要把这个财库给它补上。那么这边做的漂漂亮亮，还给业主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那我们就来看这边我们要进行哪些的动作呢？第一个当然就是很明显，像这种已经裂开，有没有？这个都已经凸起裂开的地方啊，这些我们都一定要先进行敲除，避免它继续扩大它的伤害。所以这种东西有裂的，然后敲起来，你看这个已经敲起来已经空心，很明显空心的这一段啊，一定要把它敲掉。这个敲掉的是第一个，不会让伤害继续扩大之外，第2个就是我们在进行修复或在上胶或打钉子的时候，可以获得比较平整的环境，施工会比较完整。所以它这里不会敲整间。不会，没有必要敲整间。如果要敲整间呢，还不如就真的整间打掉重做了。我们不要，我们 SPC 墙板就是主打的说，我们可以不用敲除很多，我们就可以去做修复修饰，这就是我们厉害的地方。所以它只要敲那种边边裂了就好，其他地方怎么知道它稳不稳？不只是裂，应该说敲起来空心的。你看这个就是空心的声音，这个是扎实的声音。主要我们是针对这种敲起来是这种空响，有没有？空响的地方一定要把它敲除掉，因为这是已经跟原本的，这是水泥层，这是那个它的瓷砖，它已经剥离了这个状态，这个一定要拿掉，因为这个代表它已经没有附着在这个水泥上了，它就算有墙板盖在这个瓷砖上面，也不会扎实，也会一起掉下来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把这一块浮起来拿掉，把新的墙板盖上去，重新跟这个水泥结合在一起，这才是最扎实的做法。所以这个一定要处理。这个真的蛮严重的。这个地震，你也知道4月3号那天的大地震摇了多大力，跟你一样摇的，摇起来，没错，就是它就是这么严重。这个地方才在3楼而已，就已经这么严重。那你再想想，往上那些楼层摇了更大力，他们的状况可能会更严重。那你要不要开始上去发名片？好主意，我应该一片一片发上去，就说悄，你家厕所有没有问题？我来帮你。对啊，像这种小便斗都全部拆掉，因为它也有被地震影响这些的啊，这些都是可能拆掉，然后等我们墙板好了再重新施作。那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原本的小便斗在这里，那挖掉之后，我们墙板盖上去之后，就再留原本的孔，对，然后刚好这边是2个嘛，马桶这样也这样就是复归原位就好了。除了这个间厕所之外，还有2个地方也有受损，其实也蛮严重的，那边也需要我们的去救助、去帮忙、去修复它。没错，那等一下就跟我们看完这一间，我们接下来看其他2个地方 ，Go。跟我走，我们现在来到第2个地方，就是这间公司的会议室啊，也是因为4月3号那天的强震，然后导致它墙壁都剥落，但是这间的受损情况其实比较小。其实就看，你看就最明显就这一块，它从窗边这边开始裂，然后导致这边都已经有就是瓷砖剥落的情况下，但幸运的是它只有
这下面被受损，上面这些都还其实蛮完整的，但是相对扎实的声音。所以我们这块其实就很简单的处理，我们就是这边再多做一块，有点像凸一块，做一个腰带的状况，然后把这一块盖起来，这块就算结束，我们就算一个简单的修复，算修饰性的修复它，状况简单，就这样结束了。这是厕所额外做的，对，这不用收钱了。收一点点费用吗？还是要收了。接下来来到我们最后一间，也是受损相对较严重的地方，因为它比较大间。我们来看到女厕这边。哇，不愧是女孩子，身形都比较娇小，我进来都有点困难。来，让我瞧个位置。女生她们那边呢，状况其实也是跟前面那一间也很像，那它就是一样瓷砖裂开，但它没有像第一间一样整块帮楼来，所以它就是有这样简单的，为了防止它继续进一步嘛，这间公司的员工可能有先用胶带粘住它，然后让它不会继续的裂开，但它的状况其实一样，这边就是都破起来，然后会有掉下来的疑虑。所以呢，这一面墙一定也要修饰，然后包含这边，那女厕的状况其实就比较简单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间，也是男厕，男厕状况比较严重。Go， 我们去看男厕。男厕这边有没有映入眼帘的，就是这一块。你看上厕所会面对大到东非大峡谷裂缝，你看它裂得这么漂亮，它是整块都裂下来。你看它就是其实跟第一间的状况一样，它因为它从这边一路裂，它是裂到整面墙，其实都是裂开了。虽然这个隔板挡住了，但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是整道墙都已经裂开了。哦，好痛哦！天哪，各位朋友，这就是危险。你要是上厕所没有注意到，手乱摸就会被割到哦。自己在那边乱摸的，见红了，可恶！真的假的？对吧？不过没关系，见红发财，恭喜恭喜！这边其实都已经裂开了，然后这边也都是需要去做修复，因为这边你要盖上一个比较安全的 SPC 墙板，不会裂，不会割手。那这小便斗不用拆啊？小便斗还是要拆啊，因为它必须盖整面的。刚刚有同看有2间厕所嘛，你不可能同时2间厕所都拆掉，然后不让人家上厕所吧？目前还是要让人家先用一间。我们 A 厕所做完之后，我们再做 B 厕所。那这间目前会留着，但是它到时候我们施工的时候也会像刚刚第一间一样，我们这些都会拆掉。等我们施工完的时候再把它复原回去。这面虽然其实看不太出来，但是它其实有一些那种很细微的裂缝。那我们就这道墙跟刚刚看的那一整面墙都会一起处理，就一个 L 型这样处理就好了。看这间哇，里面也是整块都裂。你看这些，这个熊多像你看这个整个都裂掉了。那这间的状况其实就大同小异啊，大部分都是被地震，然后因为墙壁裂开，那但是它防水那些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，还不用到整间挖掉重做，也没有漏水。对，也没有漏水。它幸运是这样，它没有因为地震然后它漏水层全部都坏掉，或者水管破裂这些，它没有到那么严重，但它只是严重就是它表面而已。那刚好我们就是做表面的人。我们做表面，那我们就让它表面做得漂漂亮亮。那这个时候我就很适合出现了，所以他们找到我来处理这个东西。今天就大概是我们要做的区域就是这样子。那接下来就看师傅完工的状况吧。Go！ 既然你在干嘛？哦，被你发现了，我正在检查这个师傅刚做好的墙面，因为我要看他做的到底漂不漂亮，完不完整。但其实现在看得到，它接的非常的漂亮。你看这边的缝其实都看不太出来，那你近一点看呢，它其实缝就比发丝还要再细，其实接的非常的漂亮。那为什么这么漂亮呢？其实有一些原因。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我们有在墙面上钉夹板吗？师傅的过程在做这个墙面的过程中，除了把旧有的瓷砖抛弃掉之后，让它再钉了一个新的那个木板上去。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为了让这个东西在施作的过程中更加的好做，就是因为给它一个平整的平面，它就会接起来特别的顺，所以看起来就是会很完美，效果会非常完美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安全性。记得一开始我们那个瓷砖已经掉落了嘛，那我们把东西掉了之后，怕后面还会有一些隐患，那我们就是把钉子打到后面的墙壁之后，把它固定住，让它整个变成一整个的面，所以它就不会再因为地震或者说这样手敲一敲就掉下来。做这件事情就是让墙面可以更好做、更安全，然后更美观。它就会像现在呈现的这个样子，几乎看不到缝隙，而且这个以后要清洁又很简单，基本上你就拿着抹布这样擦一擦就 OK 了。那么其他2间厕所呢，其实也跟这间一样，做完的样子其实跟现在差不多，就这样子。这3间厕所我们花了多久时间呢？其实非常快，我们其实每一间厕所就花差不多大概1天的时间就结束了，所以3间厕所呢总共就是3间。
你看3间就结束，而且你看这些马桶、卫浴设备都可以直接上，那基本上都可以正常的使用。我们只花了3个工作天就结束了，是不是非常快？而且我们还不用打扰这边正在上班的人，他一样可以照常上班哦。你想想看，以前的工法可能就是要把大家都赶走，因为他可能需要空间去做泥做，又要去弄水泥，又要等它干，不可能这么快。传统的工法一定超过1个礼拜以上。你想要舒舒服服嘛，吹着冷气又干净，然后搞不好可以偷个懒，不要偷懒，不要偷懒，工作不要偷懒。上班的过程中又帮你厕所弄好，是不是简单、快乐、舒服？这种东西非常适合那种像地震修复啊，或者这种办公室，你必须要营业，你又不能中断的话，这种就是你的最佳选择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就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如果你们的公司有像这样子地震损害的情况下，也想要请我们修复的话，也可以赶快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讲，或是私讯我们，或是拨打我们的电话，都可以跟我们讲说啊，我家里因为地震裂开了，我需要修复，基安救救我，没问题，我一定马上去救你。那我是基安，我们下次见。